在这场全世界都盯着的顶级饭局上，为什么雷军、杨元庆都没有资格和马斯克同桌？稳稳坐在马斯克右手边，跟苹果库克、丁伟达、黄仁勋谈笑风生的，竟然是一个平时很多人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做玻璃的厂长。这个看起来普通的男人，到底凭什么？曹辉能坐在这个位置，绝不是靠着老爹曹德旺的富二代光环。当年他被直接扔进了满是粉尘和高温的底层车间，拿着300块的月薪，干了整整6年的体力活。后来面对美国商务部蛮横无理的反倾销大棒，所有人都觉得民企斗不过美国政府。结果呀，他硬是砸重金请律师，把对手的底牌翻了个底朝天，打赢了这场让中国制造扬眉吐气的翻身仗。现在的福耀早就不是单纯的烧玻璃的泥腿子了。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福耀营收突破了457亿元，全球市值稳居第一。他们已经在搞融合人工智能的智能座舱和调光隐私玻璃。根据央视新闻等官方媒体的画面披露，这场顶级晚宴的座次安排简直是大国产业博弈的活显微镜。你看马斯克随意的喝着可乐，穿着唐装的4岁小儿子，表现的就像个误入人类社会的理工男。华为、阿里、腾讯、京东这些你在热搜上天天见的巨头，压根没在核心名单里。哪怕是平民出身的雷军，也只是跑过来寒暄合影。真正和美国3大科技巨头平起平坐的是福耀玻璃的曹辉、蓝思科技的周群飞、万象集团的卢伟鼎和海信的贾少先。很多人纳闷啊，为什么互联网大佬靠边站，一群搞汽车底盘做手机盖板的实业家却成了座上宾？答案很明显摆着，因为啊，美国人根本离不开他们。30年前我们给美国人打工是什么姿态？那是低三下四拿几亿衬衫去换人家的一架波音飞机，是在流水线上赚几毛钱的辛苦费。可30年后的今天，剧本彻底反转了。美国科技巨头就像是站在前台的米其林大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中国这帮硬核制造企业是给他们提供锅碗瓢盆和炉灶的人，换个大厨照样做饭，但要是把灶台给你撤了，你算法再牛也得饿肚子。就拿坐在马斯克身旁的曹辉来说，福耀玻璃在美国市场的占比超过了40%，美国街头跑的特斯拉每3辆里面就有2辆用的是福耀的玻璃。如果没有福耀，马斯克的超级工厂连一辆完整的车都拼不出来。不仅是玻璃，卢伟鼎的万象集团在美国扎根近50年，美国每2辆汽车里面就有1辆带着万象的零部件。库克一落地中国，第一时间就要去见做屏幕盖板的周群飞，因为啊没有蓝思科技，苹果手机的产能当场就得腰斩。更有意思的是，商飞和国航的掌门人直接坐在了波音老总的对面。以前波音是拿几百亿大单的，现在咱们带着全球150多家订单的国产 C919坐在桌上，潜台词就是你想赚钱就得拿实打实的诚意来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资格坐在核心主桌，因为啊在高端供应链的牌桌上，他们就是美国的命门。反观华为、腾讯那些没来的巨头，其实啊是在亮出另一张底牌。我们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自主技术，不靠你美国人的脸色，照样活得很好。其实前不久重磅会议通稿里早就把未来的造富密码写得清清楚楚，官方明确释放信号，坚决不走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老路，不仅要把内卷式的伪竞争连根拔起，更是罕见的抛出了包括算力网、新型通信网、物流网在内的6张网超级工程。光是这6张网啊，今年的投资预算就高达7万亿左右。你以为这只是简单的铺桥修路？这相当于是给中国经济的未来打造了一具极度强壮的智能身躯，血管、神经、骨骼全部重塑。会议里精准有效4个字，直接给未来的资本流向定了基调。未来的钱只会一分一厘的精准滴灌到那些能卡住别人脖子的硬核科技和高端实体产业里。外面的世界越是战火连天，咱们自己家的实体根基就必须得扎得越深。在这个国宴折射出来的新秩序里，哪些行业会强势崛起？是那些深耕半导体、精密仪器、新材料、商业航天和智能制造业的中间品实体企业，他们将迎来史无前例的红利期，因为他们是国家在外部惊涛骇浪中稳住阵脚的压舱石。而那些只会停留在存量池子里搞垄断内卷，纯粹靠流量变现和讲 PPT 故事的虚幻互联网模式，必将加速衰败，甚至被时代的铁拳砸得粉碎。世界格局真的变了，别再总盯着网上那些自带流量的网红看热闹，你要看懂那个沉默寡言却能让顶级大亨主动敬酒的实干家。在这个历史级别的大分化关口，抛弃那些虚头巴脑的暴富幻想，把自己的职业和财富轨道跟国家心智生产力的实体突围方向死死地焊在一起，才是普通人在这个大变局时代最顶级的智慧和最大的清醒。